魏无羡走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的腿有点虚，他其实真的不想连累蓝湛，这个人太好了。魏无羡他现在自己是什么样子，他其实比谁都清楚。现实就是这样，蓝湛是寒光君，仙门楷模，受人敬畏，而他就是仙门百家嘴里的一个邪魔歪道。虽然一个是乾元，一个是坤泽，但是两个人怎么看怎么不般配。但是缘分就是这么的神奇，他们两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到最后就是因为魏无羡肚子里面有蓝忘机的孩子。魏无羡之前是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主要是这个孩子生下来没父亲，自己又这个样子，保护不了他们办。但是一想到这个孩子是他和蓝湛的，魏无羡就心软了，他不忍心了，所以他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忽然就轻轻地笑了笑，双手护着自己的肚子，慢慢地往回走，手里面攥着一条洁白的墨额。孩子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地长大，你可是我夷陵老祖的孩子，长大之后肯定没人敢欺负你。如果爹爹不能陪你一块长大的话，你能不能不要怪爹爹啊？魏无羡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愣了愣神，清瘦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，摸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，语气温柔的不像话。你看你还有4个月就出生了，你父亲还没见过你呢。不过没关系，爹爹会把你养大的，估计你也见不着你父亲了。一边想着，魏无羡不知不觉就已经走到了乱葬岗。温情看着魏无羡，语气有些惊讶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魏无羡笑着说，对呀，就在山腰上面走了一圈就回来了。温情有些奇怪，你今天居然没有去夷陵？魏无羡摇了摇头，道，我去了，然后我回不来了咋办呢？更何况我一个怀了孕的坤泽还不会遇见。温情仔细想了想，倒是这么回事，魏无羡确实不太适合走太远，孩子月份已经大了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就完了。但是又免不了担心，因为魏无羡一个坤泽，本来结了气之后就对乾元的信箱就特别的依赖，但是魏无羡的乾元不知道在哪里，这个人又咬死了不肯说，再加上还怀孕了，温情实在是担心坤泽的身体营养供不上，孩子会早产，这要怎么办啊？魏无羡也知道自己的营养也许供不了这个孩子到足月，但是这个孩子只要在魏无羡肚子里1天，他就有义务把他护得好好的。他现在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，只知道今天遇到了蓝湛，他告诉自己师姐要成亲了。一想到师姐要成亲，魏无羡心里就有一些针扎一样的疼，恍惚间又好像回到小时候一样，他和江澄还有师姐坐在云梦的院子里面嬉笑，然后师姐就会端来一碗莲藕排骨汤。师姐要成亲了，但是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去。没关系，蓝湛会去的，如果有机会遇到蓝湛的话，倒是可以问一问。因为乱葬岗的人都知道魏公子怀孕了，每天就想招法的给魏公子补一些营养，然后魏无羡就被温情忌了口，辣的不能吃，凉的不能喝，酒更别说了，碰都不让碰。魏无羡起初还不能忍，但是让温情一句话给堵了回来了，没办法，为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得忍呀。渐渐的又悄无声息的过了2个月，魏无羡月份已经8个月了，温情和温宁更是小心翼翼的照顾着他，已经不让魏无羡再去研究那些什么小玩意儿了，就让他每天吃饱了就躺着，想出去走一走就出去走一走，累了就休息。但是魏无羡这2个月过得属实有些无聊，无聊的时候就喜欢乱想，估计师姐已经成亲了吧，师姐长那么好看，穿上婚服肯定更好看。在这期间，江澄来乱葬岗看过魏无羡，不过没有见到。魏无羡肯定不能让江澄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子啊，然后就让江澄带着一肚子的怒火回去了。魏无羡这天坐在院子里面，看着阴沉沉的天，一只手缓缓地摸着自己的肚子，一双漂亮的桃花眼微微地眯着，带着魏无羡自己都不曾发现的温柔眷恋。小家伙，还有2个月你就要出生了呀，你可要答应爹爹，一定要在爹爹的肚子里面待够月呀，那样的话你才会健康。魏无羡坐的实在是有些累了，调整了一下姿势，却发现怎么都不舒服，尤其是后腰酸的厉害，轻轻地皱了皱眉，就想着回去躺着。动作间，宽松的袖子落了下来，隐隐约约露出了手腕上的一抹白。魏无羡把蓝忘机送他的那条抹额绑在了手腕上了。魏无羡的手腕很细，墨额绑了好几圈才绑好，
不得不说，兰家的墨鹅确实很好看，蓝白色的配色尾端还着几朵浅蓝色的卷云，看起来很精致。而且这一条墨鹅上面还有着让魏无羡依赖的信香味道，干净又清冽的檀香。他好像有些想蓝湛了。就在这时，魏无羡忽然发现自己的肚子动了一下，原本还以为是幻觉，然后肚子里的孩子又动了一下。魏无羡轻笑道：“你动什么？难不成你也想你父亲了？”一边走一边说，他现在就想回床上面躺着，坐久了腰疼，站久了腿疼，再加上肚子大了，晚上怎么睡都不舒服。确实，他肚子里这个崽子，这几个月把他折腾得够呛。不瞒你说呀，我也想你父亲了，但是我们又不能在一起，你注定是个要没有父亲的崽崽喽。没关系，爹爹会很爱你的。就在这时，魏无羡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声音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嘴边的笑瞬间凝固，后背都僵了一下，都怀疑是幻听了，不然他怎么好像听到了蓝湛的声音？就在这时，那一道声音又在耳边响起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这下是真听清楚了，这不是幻觉，蓝湛真的来乱葬岗找他。蓝忘机本来想告诉魏无羡，江家的大小姐过2天就要成亲了。2个月前，虽然魏无羡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面肯定还是不舒服的。再加上蓝忘机，他心里确实担心，就想来看看他。告诉魏无羡江姑娘成亲是真的，想来看看他是否安好也是真的。但是魏无羡始终都没有回头，这让蓝忘机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，不愿意见他吗？魏无羡等反应过来，发现自己身后真的是蓝忘机的时候，立马头也不回了，就回了伏魔洞。要死了，蓝湛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魏无羡真的是条件反射，就直接往前面走，宽松的袖子遮住自己的2边胯，他并没有扶着自己的肚子，免得蓝忘机看出异样，随即小跑着往伏魔洞跑。一到了伏魔洞就把门反锁了，然后抱着自己的肚子缓缓地蹲了下去。肚子里面装着一个孩子，跑都不能跑太快，还好离伏魔洞不远，直接跑2步就到了。蓝忘机还想喊魏无羡一声，但是看到魏无羡直接就跑了，那一声魏婴就没有喊出声。消瘦的身影跑得很干脆，乌黑头发在身后飘荡，鲜红的发带刺痛了蓝忘机的眼睛，连扭头看都没有看一眼，干脆的就像是永远都不会回头一样。看着那个人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蓝忘机的心里难免有些失落。